老岳，好久不见。到底是东海的儿子啊？我这个人呢，我不太喜欢别人在我面前提我父亲的名讳，尤其是你。如果你们想分一杯羹，这没有问题，你们也赚钱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全世界的人呢都认为我这个人呢无足轻重，不怎么着调。看来蒋先生也是天真的认为，就这么点的钱，就真的能把我打发了。哼，我非常清楚蒋先生有多么想吃博斯这块肥肉，你也不希望别人跟你争。可是我就想跟你争，因为我也想吃。如果你这么做是为了你的父亲，那说明你不了解显东。我说过，你不许提我的父亲。我了不了解我父亲，用不着你说。我只是单纯的想让你看到，像我这么一个无足轻重、不怎么着调的人，是怎么把蒋先生认为唾手可得的这块肥肉给夺过来的。OK。哦，对了，蒋先生，每年都体检吗？心脏怎么样啊？见过突发心脏病被憋死人？你没见过？我见过啊。太快了，就那么几秒，脸就被憋成了青紫色。哦，就是茄子的颜色。眼睛瞳孔发散，充血，身体僵直，嘴巴大张着，像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想喊出些什么，可是他什么都喊不出来。所有人都好奇啊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到底想说什么？可是我一点都不好奇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好奇的是，你蒋东潮在临死的那一刻，你会说什么？谢蒙宇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当然。猎狗寻觅食物，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啊。像你们这些大人物在掠夺食物的时候，往往都会忽略像我们这样一直在暗中盯着你们的猎狗。不要小瞧猎狗，超凶的，就那么几只，就能咬死一头成年的雄狮，对吧？雄狮几斤？再次见到你真高兴，再见。我爸当年并购营火航运，你呢，现在又并购博思，历史总是这么惊人的相似啊。蒋先生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最好朋友冼东海的儿子，将亲手把你拉下神坛。药早就给你备好。药我收下了，多谢啊。不客气。你自己最好也备一份，不要轻视了遗传的力量。再见。
刚热的，稍微有点烫。都把我手绢洗了。什么呀？谁洗的？哦，应该是新来的阿姨，我忘记跟她。对不起。我有没有说过，不许动我这个手绢？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不要！不行！不要！孩子，是，求你不要打我！孩子，没事。Chloe， 爸爸，妈妈又乖了。Sorry， 妈妈，Nikki again. Yeah. But Chloe is a good girl, right? Let's go to sleep, okay? Okay. All right. Oh, such a good girl. The cow jumping over the moon. And there were 3 little bears sitting on chairs. Good night, bears. Bears, good night. And good night, chairs. Hush. All right, time to sleep. 爸爸，今晚可以和你和妈妈一起睡吗？我害怕。害怕什么呢？有怪兽。克洛伊宝贝，记住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自己以外，没有谁会真正的帮你。如果不想被怪兽伤害的话，那咱们自己就要变成一个怪兽，明白了吗 OK。真棒，晚安，爱你啊。我听说了，谢鹏宇关了你的美食街，太可惜了。我还在争取。于此，回李森吧。其实，我一直都想帮你，我们是相互的。听说蒋先生也暂停了绿色建材公司收购。我是在等你回来。这个项目是你做的企划，交给谁，我都不放心呢。李强的死因是你找到的，李先生也希望你能回来。于此，你有那么多的梦想，我和李森都能帮你实现。谁都不知道我住在这儿，美基会消息很灵通嘛。一旦你们来了，那不是所有人都会跑来吗？没想到曾经股市那么厉害的大师，会藏在这种地方。我就说了，你们听说那个人不是我。3个月了，混战还没有结束，也没有赢家，都在千方百计地争取拿到更多的股权。这不是市场常态吗？美基会进场，难道不想先坐山观虎斗吗？我们知道你手上有牌，我们就是好奇，您这张牌打算什么时候出啊？
我都说了，你们认错人了，帅哥。哎，对了，那饶小姐在她的计划之后有什么打算啊？哥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大家辛苦，开战！就在英宇科技买进6%的博思股份后，立森集团也买进了超过8%的博思股份。根据证监会规定，并购方买入被并购公司股份超过15%就要举盘。这场并购战得到了业内广泛关注。蒋先生，我们接下来买到多少？看看他们会到多少。哥，9%到手了，给你加鸡腿。彭宇，干得漂亮。没你漂亮。对方买到9%了。做到12%。兄弟们，一起努力，做到12%。好。前面都是压小的打法，百分比接近，你们都在试探对方。可是接下来，你们的目标都是要超过杨金万的14%。最新消息，银宇科技再次买进博思股份达9%，而立森集团也追到了12%。两家公司对于博思的并购之争持续加剧，持股量直逼博思大股东杨金万。我找人查过江龙的并购基金，他撑不过19%。你要一鼓作气了。就算他撑过去了，你可别忘了，还有你承诺过的百庆余的10%，对吧？请问百夫人，最近市场上针对博思的并购之战，立森和银宇科技两方都下场争夺激烈。而百业作为博思的第2大股东，是否会参与进这场并购战中呢？百业的天平会倾向哪方？各位媒体朋友们，我们百业一向是求稳的，求稳发展。不会参与任何不合适我们的商业交易，绝对不会的。蒋先生，我们现在是12%，银宇科技是9%。虽然我们现在小范围压过他们，但我觉得明天开市后，谢鹏宇一定会最近。你猜他们会到多少？我觉得应该是15%。公共关系部的人死哪儿去了？怎么一夜之间多了这么多媒体爆料？沈总，公共关系部的人突然都请假了，而业内对百业的最终动向众说纷纭，所以我们只能找处理舆情的外包团队来解决。现在外面谣言满天飞，趁蒋先生还没有发飙之前，赶快把事情给我处理好。蒋先生。外边鸡飞狗跳的，还是你这清静啊？蒋先生，现在百业这么模糊的表态，明显是想渔翁得利啊。越是这个时候，就越需要冷静啊。
我倒要看看百叶是什么态度。这么关键的时候，负责舆情的公共关系部都请假了。哼，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那谁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呢？又炸了！炸呀！这是炸了！又炸了！自从开市以来，英宇科技那边从9%一直在往上攀。根据分析师的估算，按照目前市场的换算，我们的并购资金最多只能到19%。蒋先生，蒋先生，多少？到多少了？19%。英宇科技买到了19%。怎么会这么高？他们疯了是吗？打开看看。从一开始我就猜到了，他们会到19%的，不过也只能到19%了。我们目前基金的资金也只能支持我们追平了。你相信命运吗？喂，蒋先生，我到了。老大，我刚刚在电梯间遇到雨慈姐了，她去蒋先生办公室了。进来。蒋先生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，我太高兴了。欢迎回家。来来来，快坐吧。蒋先生，按照之前说的，绿色建材公司收购和小世界计划项目可以重启了吧？你这一回来就谈工作，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谢谢。坐吧。那天在车上，我也没好好问问你，就是着急啊，让你赶紧回来。现在并购博思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，你这一回来啊，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。蒋先生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一慈，对不起，我要食言了。按照我原来的计划，我全力以赴并购博思。你回来之后重启那2个项目，由你来负责，我们齐头并进，互不干扰，这也是利森发展的最好方式。但是公司现在的资金都要用在并购博思上。现在的状况，我也是束手无策呀。你也看到了，利森和银宇对于博思股权的争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双方为了争夺更多一点的股权，那是8仙过海。现在的局面呢是相持不下，那厉先生已经是非常不满了。对于其他的项目啊，他不会有再多的投入了。其实啊，如果厉先生
能够在这2个项目上有资金的支持，我这完全没问题啊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贾先生。恭喜你，是同喜。我挺好奇呢，你是怎么说服白青瑜给我那10%的呢？不管什么原因，柏木然的死跟厉森有直接的关系。而且我听说，饶宇慈现在已经回到李森，奶奶一定会找他算账的。这10%，厉森或者蒋东朝肯定不会得到。那杨金万呢？奶奶单纯觉得他老了，被时代淘汰了。奶奶是明智的。合作愉快。很快，蒋东朝就会变得一无所有。我们已经拿到了各个环节上相关部门的批文，完成了一切合规手续，只差后续的资金到账，就可以立刻汇出。否则，以海外股票账户的基金，恐怕难以支撑这场收购战。你向股东承诺了连带责任，这一切对你很不利。蒋东朝，你可是有连带责任的，你马上就输了。为什么跟他说话？厉先生好。啊，坐。谢谢。尝尝这茶。好茶。饶小姐懂茶啊？我不懂茶。但这个茶喝了之后，让人觉得心情愉悦，沁人心脾。这应该就是好茶吧？饶小姐啊，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应该见一见。关于你的故事，我听了很多，当然版本不同啊，可是口径呢基本是一样。都说你饶小姐是一个天才，但是别人眼里的天才和我眼里不太一样。能够在这个市场上乘风破浪的人，只是说明他聪明，但是如果他能看清时局，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这才是我眼里的天才。喝茶。3个月前，蒋东朝拿了一份能证明李强死因的材料给我。厉先生，那份材料
蒋先生，你先看看这个呢。我想厉先生也会很感兴趣的。这是厉强在境外赌博平台的资金流水，我追查到了该平台的系统架构师，顺藤摸瓜之下发现了一个关联的私人银行账户，这就是账户持有者的名字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创建和操纵这个平台的，竟然是白木然。他用这个卑劣的手段，骗了厉强的钱和家族财富办公室的钱。不过您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白青鱼知道吗？这件事我也调查了，白老夫人并不知情。厉先生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但厉森还要继续啊。我知道之前您对我一直有很深的误会，但并购博斯是厉森必须要做的事儿。作为厉森的领导者，请允许我帮您完成这件事。请您给我最后这一次机会。我知道，这个看起来俯首称臣的人，实际上背后野心很大。但是股东们都很信任他，支持他。我明白厉先生的担心，但是我也必须特别坦率地告诉您，您和蒋先生之间的纠葛，我无意插手。我今天来，是为了我自己的事情。小世界的项目被叫停，绿色建材项目被叫停。当初是我要做这些项目，现在出了问题，我要负责。我也知道，李森现在并购博斯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，我相信公司是没有余力去帮我重启这些项目的，所以我就来找厉先生您了。我希望您能够看到这些项目的发展潜力，能够让这些对厉森、对这些人，甚至对这个城市有益的项目可以发展下去。绿色建材公司收购和小世界改造计划项目需要资金重启，我需要得到厉先生的支持。放心吧。彭于总来了，来这边请。彭于总还是喝往常的酒吗？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开心，换香槟吧。明白。谢谢。还记得这儿吗？不记得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呀。喏，就是那吧台。白总，我们也看好初夏的未来，也非常希望把咨询项目交给初夏做。这哪能够？马上！只是不知道白总你有多少诚意？哎呀，着什么急啊？诚意不
不是在准备着了吗？诚意满满。对，诚意要满满。哎呀，要懂得怜香惜玉啊！这3杯，你喝了，我们还有得谈。啊？喝呀，白总，洒脱点。都喝了，咱们再接着往下谈。你们几个有完没完？没见过女孩喝酒是吗？来，我替她喝。不是，彭玉总，这诚意够吗？啊，够了。我拿点纸巾呗，好吗？好。你好，我是远见的简鹏宇，以后我的单子你来做。你好，初夏白亮亮。我当时也没想到啊，1杯酒能换来咱俩这么深的缘分，延续到现在。亮亮，回忆对我来说一文不值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最多算是床友。如果今天你跟我说你爱上我了，或者说你想让我当你的女朋友，劝你还是免了。鲜花、香槟、高级餐厅，对我来说一点吸引力都没有。我不是灰姑娘。白总，你想多了。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谈恋爱。我今天就只是单纯的想请你吃一个便饭，仅此而已啊。那最好不过了。来，喝酒，合作愉快。